选秀那天，我刚好碰见离家出走的皇后被皇上当场带到，我躲在假山后面，看着皇上正抱着皇后大腿，哭唧唧的求着她生个儿子再走，真恨当时手里没把瓜子，而后我却因笑的大声被他们现场抓包。新皇登基，浩浩荡荡选起了秀，我爹是皇上的死对头，这是皇帝亲封的新帝与先皇是堂兄弟，先皇把自己作死了，还没留着子嗣，最后只能把当时还在钓鱼做饭的陛下抓来了。我爹三朝元老，资深礼部职业病患者。看如今的皇帝站没站样，坐没坐相成天，就寻思脱黄袍不干了，就成了那个天天在皇帝身边叨叨叨的存在。其实他是礼部尚书，但毕竟他老人家也只能在殿前说说，这不想趁着这次选秀把我塞进后宫去。进宫之前，我瞧着他那一副欣慰的模样，一时竟分不清谁才是他亲生的了。皇宫很大，我爹告诉我不要乱走，然后我就碰见了离家出走的皇后，被皇上带到我躲在石像后面，看着皇上正哭唧唧的抱着皇后大腿，雨儿呀，你给朕生个儿子再走行不行？家里可是真的有皇位继承皇后，看起来20多岁的模样，褪去了凤凰霞帔，背着药匣子，满脸不耐烦，一巴掌堵在皇上脸上，你个骗子！成亲之前你说你是个闲散王爷，成亲之后你告诉我又个皇位要继承什么？寄情山水，济世救人都是星号，想让我抛弃梦想，给你当管家，没门！这也不能怨我皇兄突然驾崩，又后继无人，我也很无奈。这样鱼儿，你给我生的孩子，让他继承皇位，臣妾无能，皇上另请高明，别耽误悬壶济世。皇后拽了把药夹子，把话还没说完的皇上甩到了一边。那天皇上狼狈极了，一点都不像传言里的那般，就像个被抛弃的小丈夫，让我忍不住发笑，真恨当时手里没一把瓜子。你是谁家的小女娘？前一秒还凄凄惨惨的皇上，下一秒就威风凛凛的出现在我面前了，我是不刚刚真的笑出来了。那凛冽的目光，低沉的语气，让我瞬间背后发凉，促使我迅速跪了下来，直接行了个大礼。陈女士，礼部尚书张怀之女张秋晨，拜见皇上、皇后娘娘、陛下娘娘，万岁万岁万万行了。我被不耐烦的打断了，你就是张环的老东西，送进宫去，我的其实是派来监督你的。我没抬头就知道皇上脸色一定不好，唐的皇后反而乐了，这下好了，你呀就让他给你生儿子吧，秀都给你张罗好了，加油。他留下一句话，一溜烟的就没了影，不留下大眼瞪小眼的我和一脸怨气的皇上。我放走了皇后，他便记恨起了我。选秀时，他百无聊赖的拒绝了全部的秀女，却在看见我时眼前一亮，是那种有事干了的亮。我成了唯一入宫的秀女，却连个位分都没有。随便安排了个住所，当晚他就来到了我寝宫。悄无声息的，我正在赶我爹罚我的100遍抄写，就剩20遍了。他告诉我，哪怕进宫了也得抄完，他会来取的一字字这字写的真鬼斧神工，浑然天成。陛下这2个词不是形容人的，我被他突然的出现吓到了，不自觉的吐槽着，这次是难看了点，但也不至于这么夸张吧。他若有所思的点着头，什么人能写出这字丑的无颜见爹娘？奥朕忘了，正出自礼部千金之手。吴敏的唇没说话，爹也没说过，皇上也这么能言善道啊，怪不得先皇在时爹总挨板子，到了这位皇帝倒是各全虚全意的回来了，但总感觉像是充了气。什么监督皇帝，他是不是自己说，不过拉我进来挡箭，你没事，写这干什么？他扫了一眼我写的东西，爹爹罚的说，即便进宫了，也要写完它。会来拿的他施施然点了点头，然后不确定的又凑近看了2眼。不是说女子罚抄写都是女则女戒什么的吗？张怀竟让李超36级，爹爹说，一入宫门深似海我脑子不灵光，就得临时抱佛脚。张环那老东西竟然连自己的女儿都忽悠后妃与官员传递东西，嫌自己活得久，他这句吐槽却让我长了笑颜。那陛下的意思是成了妃子，爹爹便管不着我了理论，身上是的，他点着头，可我的心情跌倒了谷底。可我现在不是你的妃子呀。嘿嘿，知道就好。他白了我一眼，想当我的妃子，想得美。我心里默默翻了个白眼，倒也不是很稀罕他现在，幸灾乐祸的靠在摇椅上嗑起了瓜子，你便好好写着吧，朕会勉强当这个传信的人。那摇椅咯吱咯吱，瓜子咔嚓咔嚓，听得我好心烦。喂，张怀家的小女娘，你擅长点是什么呀？他依旧摇晃着椅子，闷得漫不经心。我放下了笔，开始慢半拍的已读乱回。娘亲说，进了宫，陛下就是我进宫之后要依靠的人，所以我要听您的话。他这回椅子也不摇了，坐起来，还打量起了我，你是说你擅长的事，听话不？我摇了摇头，娘只说听您的，反正我就是所问非所答。他轻挑着眉，仿佛在看一件新奇的物件，嘀咕了句，没听说张华的闺女是个傻的呀，也难，不怪，连朕都敢嘲笑陛下，是觉得臣女说的不妥吗？反正我就这样了，有什么事和你我爹相谈去。他的椅子又摇了摇，随后拍拍手上的瓜子，遂起了身，依旧漫不经心的走到我跟前，你娘这句话的重点是好好活着，而不是听话，只是看到我的字之后面的话好像变了，思你娘说的也不无道理，你以后就多听我的话一些吧。
写得不错，再加5遍。为什么怕你佛脚抱得不牢靠？他走了，我皱着眉疑惑地问着身旁的宫女，难道我说错了吗？爹爹总是说，成儿若是多听我的话一点就好了，所以我同意进宫时，他还夸了我呢。陛下怎么还罚我了呢？他的表情看似比我还要苦恼，却只是安慰着我说，陛下都为了我好。于是，我每日都是在他批给我的宫殿中写了又写，因为写完给他送过去，他都会以各种理由又让我抄5遍，就这样5遍5遍又5遍。他甚至偶尔来我这里赏我几遍。就这样进宫3个月，我一直在抄36计。这天他刚赏我2遍后，突然要教我写字。看什么？看你的字太丑，朕看不下去了。他拨过去，我的脑袋提起笔，在一旁沾了沾墨。不得不说，他的字确实好看。怎么说呢？用笔看着老成，一笔一画都落在了应该在的地方。怎么样？比你画的好看吧？他甩来笔，一脸得意。今天看起来兴致不错，因为平时他都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才来我这，借着各种理由给我家抄写。短短几个月，我堆出来的量，觉得没日没夜写到我寿终正寝都不一定能抄完。心情好的时候，他都会跟皇亲国戚狩猎打球、狩猎比剑。原本京都中的黄姓王就一个年7旬的寿安王，自从他称帝，城外城内大大小小被他凑来整整6位，拐着8个弯，只要有点血缘，姓荣家里有儿子或者看起来身体康健的，就能被他叫回来，不仅好吃好喝招待，还乐此不疲的给人家填房大气，时不时的就送点礼物过去，是让太医送过去的，还把人家儿子带到上书房培养。目前上书房内已经有了3位与我年龄相差无几的小世子，另2位总角之龄的他也是亲自派了教书先生去家里教导。明日起你就一同去上书房吧。开至他那天兴许是高兴过了头，跟我说让我去跟他们好好相处，了解每个人的脾性爱好，并给我减少罚喜。我听到这个消息时，眼睛里也不免暗暗发光。我当然去了，是他亲自送我去的，还告诉教书先生要一视同仁，不能因为我是女娃娃便慢待了我，不过没介绍我的身份。我如今妃子不算妃子，宫女不算宫女的，后来他们索性叫我张姑娘，宫女们统一好了，一般叫我姑姑教书。先生还真的没有怠慢我，他们学的我也跟着4书5经排兵布阵，样样都教了。我并没有因为我是女子就对我属于管教，陛下既然将姑娘送来，那便不能懈怠，他还会抽空为我补习。我的抄写36计，我成了第4名学生，我学得很认真，像一只书虫，贪婪的吸食着，甚至都快忘了自己的任务了。还好过去3年，陛下完全投身于收拾先皇留下的烂摊子，开始还来跟我一块吃饭，顺便让我说说一天发生了什么。但渐渐的，他越来越忙，越来越累。开心的时候他就不叫不开心了，就让内侍过来把我抄写。最近一次跟他正面说话，还是在2月前的秋猎上，那时候他心情还是不错的，赏了我和龙晨好多东西。这个月我听说他收回了兵权，整治了地方造反势力，丞相也告老还乡了，我就知道他把这个国家调整好了，该到要来检查作业了。见到他脚跨进门时，我的大脑飞速运转。荣泽荣兰是同胞兄弟，他俩一文一武，荣则是书星号星号，说话都要引经据典翻书查籍的那种。荣兰呢，跟他完全相反，之发达，一言不合就动手。荣成荣臣，他倒是文武兼备，为张怀家的小女娘，你说朕穿这身衣裳去见鱼儿怎么样？他今日不同往日，一身青色衣袍，头发冠而未盘相，急了荣臣他们的打扮，说吧，这仨谁适合当太子？他凑近我，喜笑颜开，眸中熠熠生辉，也不拐弯抹角，直截了当的问了我，仿佛只要我说了，他会当即拍板定下来。从他选宗室子入宫学习，交给他们的全是治国之力，我便知道了，他是想把烂摊子收拾完，找到一个合适的继承人，便去寻皇后了。荣则善文容，来善武，荣臣爱画画，这是我原本打算搪塞他的话，如今却怎么也说不出口了。他们3人皆是良善之人，只是荣泽荣兰就像2把未开制的刀，若上位者有作为，他们会是一文一武的左膀右臂。我知道，截了当的否定了2人。皇上也认同的点了点头，让我继续说下去。荣臣皇上看向我，眼里与刚刚完全不同，亮晶晶的有了期待。荣臣一双桃花眼尾睫上扬，他笑容意，白雪如皎皎明月，非常的好看。我很喜欢看着他的画，看着他画画，他也很温柔，就如同他的画一样。他喜欢吃甜食，不喜欢吃辣，最喜欢白色的衣裳，就最喜欢红色，看到血会晕厥。这也是我准备搪塞他的话，我也没说出来，因为他眼中的喜色期待让我根本说不出口。况且我如今也不能装傻充愣了，我和他们一块学习了，学开了，甚至我学的不比他们差。老师在他面前夸我时，他笑得很难看，然后给我加了200遍抄写。听说他一直在教你写字，朕看到很有效果字，他确实一直在教我。我第1天先去就注意到荣臣了。陛下昭然若揭，大张旗鼓的把我送进去，不就是告诉他们要跟我打好交道吗？可3个里最正常的一个，他却故意疏远我。先生布置的作业，他从来不做课上，不是睡觉就是画画。
他的画很好看，比陛下画的还要好看。陛下的画已经是我见过顶顶好看的了。皇后走时还顺走过2幅，陛下说是因为皇后舍不得他，带着他栩栩如生的画像，睹物思人。而自从见了容尘的画，陛下的那些就再也缺入了我的眼了。他见我的字写得太丑了，忍不住的想教我写字，却只是皱着眉头抿着嘴。我从来没想过那么一张好看，脸上会做出吃的苍蝇一样的表情。我的字仿佛是什么脏东西一样，最后我看不下了，主动去找了他请教小公子，要是实在看不下去，那不如指教指教，也比这整日狰狞的面目强。他白皙的脸突然一红，随后向我道歉。后来他每天下学之后教我，时间长了，交集也就多了。容尘只是表面清冷，事实他会在冬日里给我带热乎乎的栗子，会在夏日里为我扇扇子，会耐心的给我讲我不懂的诗文，会在我落马时不顾一切的接住。我会在我与人发生争执时，无论对错的把我护在身后。他也很好拿捏的，只要我装可怜，如果能挤出2颗泪就更好了。容尘他不愿是吗？我猛然抬头，对上了陛下目光清明的眼神，原来他什么都知道。我知道容尘一直在隐藏实力，一直在扮猪，却从未想过赤虎他不想要那个位置，可我却不知道为什么是几个月前他在前丞相千金面前将我护在身后的那晚，他喝醉了。其实我不是临安王血脉，我的祖父是岳阳王。我心中一惊，岳阳王可是谋权篡位的反贼，当年早已被诛了全家，他岂不是？我抬起手，正打算去捂住他的嘴，却被他反手握住。他看向我时，眼神分明清醒着。张姑娘，你接近我，不就是想知道这些吗？他声音很冷，眼里虽笑着，却没有往日半分温柔。抱歉了，张姑娘，我并非你想寻找的人，陛下如此看重你。他低着头，声音也是陛下不会在意这些的。我脱口而出，连我心里也不知道是陛下不会在意，还是我不会在意。但是陛下虽然不讲理了一点，但还不至于傻。他既然带容尘进宫，就一定知道那些他笑得很轻，更像是自嘲。我也不想让我这身血脉登上那个位置。他昏庸残暴，短短在位3个月就不分青红皂白斩杀了数万人。我更怕我的血会像他一般，各位置只会让我觉得更罪恶。但是容尘的顾虑，他说着说着便靠在我肩膀上睡着了。那日我将他送了回去，我拖着他，月光下我们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我想起那次陛下带我们去避暑山庄，我带他去摘果子，就是这样回去的。只不过上次是他背着我，下一夜晚上的风很凉，吹得我打了哆嗦。我睁开眼时就看见了我们的影子交织到了一处。那晚他拉着路口翻了过来，是我用那粗糙的绣工给他缝的一束千岁兰。3年来我与他相处的最久，陛下对我的看重我也能看得出来。他让我一个女子入学堂，与他们一同听治国之道。什么意思？我能不知道吗？断不会让我和皇后一样说走就走吧？而容尘我一直以为他会和我一样，他心里斗争了许久，我还是说了出来，他不愿哦。原是这样，他没有意想中的失落反。你很平静，陛下您不失望不恼吗？是对你失望，还是对容尘这皇帝本就不是那么好当的？他既不愿，无非又是另一个我。我是心细鱼儿，恨不得现在就去，但我可不能做糊涂事呀。我虽不情愿，但我现在就是大周的王，在其位谋其职，就连你爹都知道，我得把这天下安安稳稳传到下一代手上才行。要不鱼儿也不会原谅我，我一点都不能疏忽他。转身过去，我似乎看见他拂袖准备离去，却又突然停住了脚步，不说这事了。对了，我看你与容尘关系一直不错，怎么样，要我给你们赐个婚吗？说实话，你不傻，也能看出来原本。那我打算扶你爹为丞相，把你许给未来皇上的，辅佐下一任皇上。不过若是你们相互喜欢，朕也不愿拆散你们。我当然猜到了，但你突然这么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回想你。玉娘，朕不愿意做棒打鸳鸯的事，但你只有一次选择的机会，是与容尘走，还是做未来皇后未来皇帝？我会好好选个，要是个好皇帝，但我保证不了他也是个好丈夫。我抬头盯着他，不出声，也不知道是我爹救过他的命还是怎样。他对我竟然连半分防备都没有，这句话竟也能对我脱口而出，又傻了，怎么时而聪慧时而愚钝的呢？他略过我走到案台前坐下，你去把那些宗卷搬过来。我抽回脑补我爹救他的思绪，贴了眼墙上的卷宗，嘴下意识的别成了茄子，挑来挑去，干嘛不自己生一个，生出来就一定好吗？再说了，这要为鱼儿守身如玉的。没想到我的小声嘟囔道让他听见了。他翻着族谱，催促着我去把那2本给我递过来，我得再看看有没有什么漏网之鱼。我心中吐槽着手脚，小区还是马里河都要干了，还有什么鱼米加5遍，这是他随后补充的呀。真是个睚眦必报的人，没想到他这样折腾到底，真弄出个他叫荣离，是高宗皇帝，也就是陛下的爷爷的弟弟。你大儿子听来绕了很多圈，但要比上书房那3个靠谱多了。那天陛下很高兴，先生的课还没下，他就把我叫了过去，一进去便是一个明黄色的，他捧着一幅画，连连写，欣赏着过来，快过来。
他瞥眼看到了，我看他把话推进我。我一看，平平无奇，赵荣臣的话差远了，我不知为何会突然有这种想法。自从陛下问过我后，我跟荣臣已经有两个月没说话了，我自己在想，他也有意无意的疏离我，我接近他是有目的，可是3年的相处，怎么可能都是假的？还有我，没错，我是想当皇后，说句大逆不道的话，自从和那些人一同上课，我觉得我当皇帝都没问题了。我若是一直待在后院深宫也就算了，可是我如今骑过马，学了男子所学的知识，如果让我再去找一个人嫁了，待在一方天地，相夫教子，安心待在后院，我又不甘心。就像母亲对我说的，我觉得现在的日子不错，是因为我根本没有见识过另一片广阔天地。而如今的我已经知道，我还能有另一种活法，所以我也有在避着他，我怕我会忍不住去问他，怕他不选择，又怕他选择，因为想什么呢？陛下叫回了失神的我，扬州知州送来的。他一脸得意的看向我，扬州什么意思？献给他的丝我画的，他有些不满的白了我一眼，我突然反应了过来，这是皇后顺走的话，最后让扬州知州给送回来了。我有盯了盯，没落款没署名，这不仅赞扬了他的画工，又告诉了皇后，此时正在扬州那陛下，您的画应该很值钱吧？这句话说完，他眼里不仅没光了，脸也黑了，无力的揉了揉额头。那个张怀家的正在跟你说一遍，然而拿走我的花是因为思念，不是因为值钱，记住了吗？可是没有，可是这句话抄100遍，他打断了我，起身收起了他的宝贝画，我无语，果然是个小气的人。大臣们大概都知道他钟爱皇后，倒都没见过他钟爱的样。我好巧不巧的见过，所以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些事情只爱与我一人分享。太监总管带进来了一个少年，少年面容明媚，眉眼间还与陛下有点像，恭恭敬敬的行了个礼。熊离，这已经在姑姑那里知道了，从今日起你就去上书房一同上课吧。他此时在说话，已经重回那个威武帝王了，这个荣离就是那个漏网之鱼。不过他与之前待定的几位却有所不同，他一直被养在华阳公主身边，就是陛下的某个姑姑，所以言行举止学识教养都得体。他也是华阳驸马护国公指定的。我带着他进了上书房，一路上给他介绍宫内建筑，他只回了一句知道了，连个谢字都没有。我当他只是个被惯坏了的二世子，却没想到他见了别人那里行得比我爹都板正小世子行礼，给我请殿门前，我向他伸出了手，谁知他却退后了几步，躬了躬身，就不劳烦姑姑了。您是陛下眼前的红人，日后前程无忧，不该与我牵扯到一起。他一副拒我千里，我感觉跟着我的宫女都在尴尬，以为我真想管你不是陛下说的让我带你过去安顿，怎么刚出了门你就聋了？我收回了手，淡淡的笑着，跟在我身边的小太监福安此时出来打圆场，小狮子不知这个包袱是一定要给我们的陛下有令入上书房，行礼是要检查的，上书房的各位公子都是要检查的，照理说也不该我们姑娘查，只是这不是刚刚陛下说了让他带您安顿吗？也只是在例行公事，会给您带来麻烦的，不愧是我的嘴替我真是没白疼你。他说完，荣离现在脸上尴尬的通红，我没有说话，依旧把手伸了出去，这回他麻溜的递给了我，对不住我没关系，都是当姑姑的人了，不会和你这些小辈一般见识的。荣离已经完全没了刚刚的冷峻，没想到吧，刚刚这个拉开距离的称呼，现在像个回旋镖又给你飙回去了，所以虽然不是很愉快，但总算把他安顿好了。即便有了这么一档子事，我俩依旧没什么交集。陛下考我们时，我们俩也能对的，有来有回。那天我们就着这贪官是不是该一并拔除，讨论了许久，我确实看见他眼里对我有了欣赏之色。我以为关系总该缓和了，便在那日他背书时，我纠正了一个错别字，完了，我觉得他要仇视了。现在在他眼里，我应该是个竞争对手的角色吧。我开始试着主动接近他，因为说实话，他确实是个漏网之鱼，就是发光的金子。万一他以后真当了皇帝，就算我做不了皇后，也不至于英年早逝。我一改往常，索性直截了当的关注他什么好东西一股脑的塞给他，还约他一同去四方馆，也就坚持了半年吧。他从一开始的不解，到后来拒我于万里之外，发展成了见我就躲的毛病。荣臣已经自请去了如意坊，而他，我觉得要是有个一技之长，那是他又躲了我回去和皇上说，他天资尚可，能力不低，还肯努力，就是不惜与人交谈。结果第2日我就听说了荣离舌战群儒的事，当天下了朝，他又兴致勃勃地拉着我去看荣礼跟嬷嬷侍卫侃侃而谈的画面。离儿，这不是挺健谈的吗？我当然知道他健谈，我都那么跟在他屁股后面献殷勤了，他都无动于衷，甚至避之不及。就算他烦，也能憋出个滚字板。他是回应过我一回，在初见误会我之后，给我端来了一碗酒酿丸子，我吃了一口，吐了半宿，我以为是我的纠正伤了他那颗高傲的心，直到但日狩猎陛下揉了揉头，让我看着点，他别出意外，我差点没笑出声，不对，我又笑出来了。这场狩猎是荣礼提出来的，他一脸认真的说，崇拜陛下，想跟陛下一同骑马射箭暗处，多戳有比试的意思。
当时即使陛下憋着子清的我也是忍住了的。陛下的剑术确实一直名扬于外，但都是跟他一起打猎的。老王爷们喘的，他也不跟别人比的，只能跟这些老胳膊老腿，因为别人根本比不过朝堂上大臣们都心照不宣。没想到荣利这小子当了真。在上次与大臣们辩论之后，陛下问他想要什么奖赏，没想到他却想跟陛下此时一场。陛下嘴角一抽，但均无戏言。后来我提议改成狩猎，多叫几个人看谁猎的猎物多呗，猎物还不好说，把陛下的剑直接插上去呗。然后他说他样子都不想做了，就派我去给荣里捣蛋，他见了你就躲，肯定就无缘猎物了。我确实也按照他说的做了，只是我进一步他就远一步，我怒气上头，今日还偏要问明白了为什么对宫女嬷嬷都能笑笑，见了我就这么避之不及，于是他逃，我追他扑通一下踩空了。幸好我眼疾手快，抓住了他，这家伙不轻，谁知他没有感激，我把他拽住你，我用吃奶的力气拉着他，还不忘问他，我就不明白了，我是什么豺狼虎豹吗？为什么你每次见了我都躲我，到底怎么你了？我有点委屈了，不争气的眼泪直接流了下来，从小到大还没被这么嫌弃过。他也愣住了，我感觉我在拉一块死肉，你别哭，我只是觉得我们未成亲，男女授受妇啊，没抓住。这下陛下一点都不用担心了，小世子你说的也有道理，男女授受不亲，所以为了避嫌，就委屈你在里面多待一会了，我这就去找人来救，你说吧，我头也不回的就走了，也不管他后面说的什么，也算完成了任务。等太阳什么时候落山了，我再叫人救他。我的气和委屈都未散，却碰到了荣臣，他一身戎装，牵着2匹白马，缓缓向我走来。我想走，他却叫住了我。张姑娘声音穿过微风，叫停了我的步子，更刺到了我那刻还在消响的心。第一场，此时他已走近，晃了晃手里缰绳，我盯着他身后的2匹马，出了神，应该是阿离的马，我将他独自在哪就牵了过来。你看见他了吗？我现在有点心虚，比一场呗，不过得有点彩头，我若赢了，你为我缝个荷包好，我若赢了，你告诉今日我们不提前尘。他打断了我苦笑着说好，那你就给我画10幅画。哈哈，你倒是不吃亏，我向来如此，你又不是不知道，风好像在这一瞬听在他的眉宇之前，我真是疯了，谁会在树林里赛马？我还以为是狩猎，起码我根本比不过他，他分明就是管我要荷包来了。不过我有办法，荣臣，今天我一定要赢。我拔下了头上的簪子，刺向了身下马屁，你疯了，我是被荣离救下来的，他还挺厉害，自己爬上来了。我没理他，看着同样焦急赶来的荣臣，扬了扬马鞭，我赢了，你没事吧？可有受伤？他想上前检查，就被我躲开，输赢有这么重要吗？马惊了，你不要命了，开口的是荣离你自己拿簪子刺的，我要赢，我要问你，荣臣，最后一次，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你我的彩头不是这个，可我偏要这个空气静止了。我与龙尘对峙在那里，半晌，他才缓缓吐了口气，秋晨，我要回临安了。什么？我没有问出去，因为已经知道答案了。回去的时候，荣丽破天荒的过来找我，你没事吧？还是让太医看看吧，输赢也没那么重要。你看我辩论不也是输过临安，不是很远的。你若是想去，以后我陪你去他身。声音越来越不肯定，我也绷不住的哭了出来。哎，你别哭呀，只要你不哭，我下次辩论还输给你我还给你酒酿丸子。我哭得更大声了。当天我没法写，不是荣熙皇帝体谅我，是听了荣离躲我的原因后，笑得没空罚我。朕想到了，要不朕真的把你许给他吧。坐实一下他的想法，他突然灵光一闪的说道。我不可置信的看着他，什么眼神？朕可没和他说，他以后一定娶你。接下来我收获了一个大白眼，不过现在朕改变主意了，你害得朕和元儿不能相见，朕就不能以牙还牙吗？什么嘛，这都什么跟什么呀？总之我第一次忤逆他，疯狂拒绝，他也笑着拒绝。不过在他要走的时候，我告诉了他一个秘密，陛下那天的酒酿丸子就是荣丽做的。他稳健的步伐肉眼可见的绊了一下，那丸子确实卖相不错，他也吃了。无妨，反正当皇帝不用会做饭，话也磕巴了。他做的是饭吗？反正那日之后，我就再也不搭理荣离了。先是不给他带国服了，他这个人爱吃酸，我知道后就隔几日往他桌子上放点国服。他虽然躲我，但我给他的东西，他是一口没少吃。张姑娘明日休沐，我们一同去四方馆呀。我没理他，收拾好东西便带着宫女走了。第二日他来找我了，张姑娘，今天风不错，大家都在放风筝，一起呀，不去没时间。张姑娘，你上次说的奸臣未必是小人，能不能再给我说一下？没空去问老师。秋晨，我做了酒酿丸子，特意给你端过来的。荣离，你要是再把这个东西拿给我，我就揍你。我只是看你每天都在绣这个荷包，拆了绣，绣了拆的，想让你放松一下。我见过他挺多样子的，怎么这一刻他倒是委屈上了？他默默的放下了碗要离开。你要是不喜欢，我便不来了。等下秋晨你说他变脸比翻书还快，这个端走哦，明天一起去四方馆放风筝。好的，那我早上来找你。我无声的叹了口气，看着手里的四不像，
就是好几日没见到容尘了，凭什么我要这伤心？我拿起旁边的剪子，把荷包剪了个稀巴烂。我说的是去四方馆和放风筝，荣丽带我来四方馆放风筝，来了，怎么让一堆学子在这看我们放风筝？这样的脑子，我又为荣熙当了把心。秋晨，你今天开心吗？开心，想想那些学子想杀了我的眼神，不过出来一趟，确实心情好多了，不紧绷着了。我点了点头，不对，你现在怎么不躲我了？不觉得男女授受不亲了？从前是我的问题，也没有看清自己的心，你那么喜欢我，对我那么好，我要是再拘着，只会伤你的心，我已经想好了，我以后也要像你对我一样，这才是夫妻相处之道。我什么时候喜欢你？不是谁和你夫妻呀？陛下说的呀，以后要将你许配给我才有，你怎么就不喜欢我了？喜欢你，我一口气差点没上来，只是一回头便看见了容尘，他眼里浸着水汽，却还是挤出了笑容。晨，你什么时候过来的？荣丽过去打起了招呼，刚刚没打扰到你们吧？当然没有，你是不知道，晨晨这2日为了绣那个破荷包，焦虑的不得了。幸好昨日在我一番开导下，他捡了那个荷包，你看现在多开心是吗？确实精神好了许多，我真是谢谢你本来我还打算买个荷包送给他，现在省钱了，我们3个人都在笑，但只有荣离真的开心。容尘走的那日，我去送他了，送给你是我要的10幅画，荷包没绣出来，我有些尴尬。你今后有何打算？我打算去沧州为百姓谋福。挺好，向你我点了点头，那不远送了。就此别过。秋晨转身时，他拉住了我，我知道我说这些很自私，也晚了。可，你既然是秀女入宫，不经被封妃，按照大周律例，2年之后你便可归家，届时你可愿为可算赶上了荣离出现，可真是及时。小太子殿下，没错，现在荣丽是太子了。荣熙力排众议在朝堂上和文武百官激烈的辩论了3天3夜。朕与皇兄也是拐着弯的亲戚，反正朕不管我的孩子只能从皇后肚子里出来，你们要是那把他劝回来也行，但不能逼迫他要。不等朕100年之后，你们还得为下一个皇帝发愁，倒不如现在就培养了你们喜欢的。若你们不同意，我现在就吊死在大殿上，前面那些不太管用，还是最后这句让大臣们听了进去容易。凌晨不远送了，有什么需要给我上折子就行。荣丽一副赶人走的模样。我所说的并非儿戏，你今后随时可去沧州寻我，若你愿意，我定以伏羲之礼迎娶；若不愿意，我也会把姑娘奉为座上宾。这句话说进了荣妮心坎里，他加快了撵容尘的速度，回头一直跟着我。你不会真的要去沧州吧？沧州苦寒，你我白了他一眼，我去不去沧州与殿下有何关系？怎么没关系？我停，脚步问他什么关系？前日我也与你说明白了，我可不喜欢你。殿下也说了，会和皇上说取消这门亲事的我。他涨红了脸，支支吾吾没什么说的，我就走了。殿下如今是太子了，怎么哭？休闲起来了不是皇叔，是我喜欢你，我嘴硬怕丢面子才没说的。他几乎是喊出来的，老来的公母太监，一脸竟然这样的表情。小殿下，你说什么？我却有意要逗他，他索性直接走到了我面前，下定了某种决心一样。我说我喜欢你做我的太子妃吧，那小子说的伏羲之礼我也能做到，你不是在开玩笑？他日后可是皇帝，我根本没指望他可以一生一世一双人。当然不是。他脸色通红，我却忍不住笑了。小殿下，我可是你的长辈，那我便以伏羲之礼迎娶姑姑。最近一段时间，荣离很忙，因为荣熙定了驾崩的日子，我生辰那日，陛下特许我爹明日下了朝，进宫看我。姑姑王大人来了。随后我就见到眉头拧成麻绳的我爹走了进来，我送你进宫是当娘娘的，你怎么成姑姑了？我问你，你骗陛下了，天地良心泪滴，我是有多大的胆子敢骗他？我爹狐疑的盯着我少诓我。他跟我说你是个星号，就你那随了星号心眼子，他傻了，你都不会傻的。爹诋毁陛下，可是要被杀头的，少拿这套说事，你说我说的对不对？想法是好的，可你知道陛下是当着满朝文武说的，这可是啪啪打你爹的老脸和星号没脸呀，要不我帮你把脸正回来。我爹这才消停，慢条斯理的喝起了茶。你想怎么做？我要当皇后，扑了我爹那口茶，终究是没喝上你。你说什么？当皇后呀？我可没开玩笑，陛下有意将我许给荣离殿下，这不行，这不妥，我得跟我爹，当然没说成了。陛下还真的把他提拔成了丞相。我知道荣离背后是华阳公主，她登基必定会助长另一方的势力，所以她提拔了我爹作为制衡。我也没想到我还会见到皇后，她还是那样，没有变样子，提着药匣子，小女娘，你这也不行呀，怎么现在连个妃子都不是呢？他又看了眼荣离，不过这个看起来也行，和荣熙一样是个恋爱脑，他该不会自己攻略的自己吧？皇后娘娘说的话我有些听不懂，但她说的好像也对，陛下确实满脑子都是爱对她的，对这个国家的爱。小女娘，我虽然走的，你的字也要加强了，以后当皇后写字的地方多着呢，这是陛下走时对我的嘱咐。我看着我笔下方方正正的字，偷偷笑了。
看来我也有骗过他的地方。当皇后真累，成了亲友。这么多步骤，虽然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但一天下来，我已经瘫软在床上了。荣离来时，我早已经自己拿下了盖头睡着了，他却一把把我拉了起来。你先别睡，干什么还有什么意思？皇叔说了，新婚之夜是要行夫妻之礼的。我瞬间精神了。小屁孩，你懂什么是夫妻之礼？我当然知道，我读过书的晨晨，你耳朵怎么比刚才红了？番外荣离晨晨说我不懂周公之礼，我怎么会不懂呢？古文我背得滚瓜烂熟克己，巨人玉阁，算了，古人真无聊。我把头埋在了晨晨的脖颈，一夜未眠。记得第一次见到时，她冷冷的，我也听说过宫里有这么一位秀女，我以为她会接近我的，便提前摆好了生人勿近的样子，谁知道她只是例行公事，我误会了她，但是她好厉害，有头脑有逻辑，怎么开始关注起我来了？我也有头脑有逻辑啊，她会不会喜欢上我了？她送我吃的，知道我爱吃酸的，便送给我老师都没有，她一定是喜欢我被这么聪明的人喜欢上，我觉得好荣幸。我去问了陛下，他虽然一口茶喷了出来，但是肯定了我。没错，你这么聪明，他不喜欢你喜欢谁？然后他又看了我几个题和论点，我都答对了后，他才拍了拍胸前，好像松了一口气。但皇帝说，男女授受不亲，让我尽量不要和他走得太近，以免污了他的名声。我懂，这叫欲擒故纵。他真的跟着我了，他好可爱，好有能力，我觉得我爱上死他了。不对，是他爱死我了。可是中间却出了一个插曲，荣晨，他竟然也喜欢晨晨。他俩一个叫荣晨，一个叫张秋晨，不觉得不搭吗？晨晨竟然把我扔下去找他，还不要命的赛马，我伤心死。幸好最后我原谅他了。像晨晨这么有能力的女子，就该和我一起治理国家吗？